1.2万朝鲜士兵乘西弹海绵，今年4月前将损耗殆尽。俄军第20集团军渡过奥斯基尔河，建立桥头堡。乌军亚速12旅回退到托列茨克中心地带。乌军远程空袭持续，摧毁沃罗涅日州炼油厂、坦波夫州火药厂以及列宁格勒州武器仓库。英国力挺乌克兰100年。北约2架 F-35战机出击拦截俄罗斯空袭。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大家应该都有刷到俄罗斯政变消息吧？什么莫斯科被封锁，普京神秘失踪，卡德罗夫篡权等等，一下子把火力军干懵了。这究竟是谣言还是事实？我们让信息再飞一会儿。回到俄乌战场 1.2万朝鲜士兵全部伤亡。库尔斯克战场1月16日，乌军仍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推进，持续摧毁俄朝联军的指挥所，并使用火炮、无人机、集束弹药击退俄朝联军多次进攻，俘虏了至少27名俄朝联军士兵，控制面积有所增加。战斗地点主要集中在马赫诺夫卡、波列诺耶以及边境地区的茹拉夫卡。值得注意的是，从本月初乌军突然发动反击后，俄朝联军就一直不断发起人肉攻势，但成果有限，伤亡巨大，尤其是朝鲜兵被亲切地称为西弹海绵。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如果朝鲜部队继续进行高消耗战术，以每天至少92人的伤亡率战斗，那么在库尔斯克的 1.2万朝鲜部队将在2025年4月中旬全部伤亡。韩国国家情报院还补充称，朝鲜军队的伤亡比例可能会持续增加，尚不清楚受伤的朝鲜士兵是否会重回战场。此外，乌军还有意开辟新战线，目前已安排部队从韦谢利夫卡越过俄乌边境，推进到了乌斯佩诺夫卡中部，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库皮扬斯克方向，据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在北部，俄军第20集团军已经从马丘季夫卡渡过奥斯基尔河，并在对岸建立了桥头堡，目前正在转移重型装备。在南部红利曼的方向，乌军第63旅在特尔尼村附近击退了俄军第144摩步师和库班志愿者营联合发动的6次进攻，摧毁了数辆俄军装甲车。此外，还有消息称，俄军正在炮击扬波利夫卡村，说是等俄军部队集结完毕后就会发起地面攻势。目前该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另一方面，在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据乌总参谋部统计，1月14日至16日，乌军在库皮扬斯克、博罗瓦、红利曼一线对俄军进行了长时间的阻击，并在海马斯火箭弹、集束弹的加持下，共击毁俄军2辆 BMP 战车、2辆全地形车和39辆摩托车，另有3辆坦克受损。如今乌军防区前到处都是俄军的装甲残骸。很明显，这几天俄军刻意放缓顿涅茨克南部进攻，就是想通过进攻顿涅茨克北部和卢甘斯克来打开局面，从而在乌东战场取得更大的突破。但俄军的偷袭行动已被乌军知晓，对俄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只不过在该方向，俄军仍拥有兵力优势，乌军压力依旧不小，双方战斗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加索夫亚尔方向，双方依旧围绕火车站和耐火材料厂展开激战。由于战况激烈，目前暂无确认消息传出。不过，据乌克兰卢甘斯克部队集团发言人德米特罗·扎波罗热茨上校1月16日表示，俄军正通过西维尔斯基顿巴斯运河的管道秘密集结力量，并趁着大雾天气对恰索菲尔市区进行更深入的渗透。托列茨克方向，乌军亚速12旅回援后，1月16日又在北部的克里姆斯克、迪利西夫卡、西部的谢尔比尼夫卡以及南部的利昂尼夫卡击退了俄军12次突击行动。有乌克兰博主称，乌军很可能已经退回到镇子的中心地带，但该消息还有待于核实。而俄军在被打退后，如今正利用人数优势，不惜代价安排多个作战小组，在迫击炮和 FPV 无人机掩护下寻找乌军防御地的薄弱点。在战场焦点的红军村方向，据战报显示，乌军16日共击退了47次俄军进攻，大约损伤了340名俄军，其中129人当场死亡。俄军的战术目标依然是切断 T0504 和 T0406 两条公路，摧毁乌军补给运输。乌军则通过不断反击阻止俄军目标实现。如1月16日，乌军在茨维罗夫西北部和科特林附近进行反击，阻止了俄军对乌斯佩尼夫卡村的完全占领。期间，驻守乌军还与俄军织女星特种部队支队和第35摩托化步枪旅的亚特兰特营展开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的电子对抗。
塔诺沃希尔卡方向，乌军马扎尔鸟无人机分队与第44炮兵旅联手，在罗兹多列内附近摧毁了俄军多辆装甲车，还打爆了一辆罕见的 NNA SVK 自行火炮。据悉，这款自行火炮俄军仅20辆，但是被俄方宣称威力强大，可以在战场给对手造成重创。就是不知道与乌军刚拿到手可无人化打击的 RCH-155自行火炮相比，谁更强大？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远程袭击已经常态化。乌克兰方面，乌军的远程袭击主要以自杀式无人机为主，而且由于俄军缺乏足够数量的防空系统和监视雷达，因此乌军无人机的突防率很高。这一点从俄军在战场上已经被迫使用第三国制造的山寨防空系统就能看出。伊朗也被曝在向俄罗斯提供防空系统。在最新的空袭中，据乌总参谋部1月16日的报道，乌军发射大约20架无人机，夜袭了沃罗涅日州的3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击中了利斯基莱昂炼油厂，并燃起大火。据初步统计，该炼油厂至少有3个油罐被点燃，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披露。俄方则照旧声称，其防空部队在沃罗涅日各地击落了多架无人机，但并未透露具体的数量，也没有报告利斯基油库的状况。与此同时，乌克兰打击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中尉1月16日表示，乌军还远程袭击了位于坦波夫州库兹米诺加特的一个火药厂，并指认该工厂和之前摧毁的酿酒厂的目标一样，都是为俄军服务，并隐藏有俄军事设备的军工厂。在此次空袭中，至少有3架无人机命中了该工厂。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来看，乌军无人机和俄军防空系统展开了对撞，但在后续画面中，该火药厂发生了大火，疑似是无人机的弹药或残骸点燃了厂内的弹药。此外，在其他地区，乌军无人机和特工同样进行了针对打击行动。如列宁格勒州维堡市，俄军一座大型用来存放防弹衣和战术耳机的武器库被点燃，损失了不少装备。据初步调查显示，这应该是一起人为的纵火事件，目前尚不清楚是乌克兰特工还是当地游击武装发动的袭击。当然，乌军空袭期间，俄军的空袭也在持续。虽然俄军远程精确打击强度更高，以各型对地攻击导弹为主，但面对不断增强的乌军防空网，俄军突防压力很大。如据战争研究所报道，1月16日，俄军共发射55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设施。乌军防空系统直接击落了其中34架无人机，另有18架诱饵无人机因电子压制而丢失，仅对切尔尼戈夫州的一个农场和各州的一些住宅造成了损坏。值得一提的是，据英国媒体《卫报》1月16日报道称，在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抵达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就会有一架俄军无人机飞到了总统办公室附近的乌克兰马林斯基宫附近。在得知该消息并见到乌克兰现实情况后，塔斯默加深了帮助乌克兰的想法。在塔斯默和泽连斯基进行深度会晤后，双方于1月16日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0年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概述了未来100年英国和乌克兰在贸易、能源、科学等领域的深化合作，以及英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如支持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并呼吁加强双边防务和安全关系。塔斯默直言，英国和乌克兰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他强调，英国打算每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并将向乌克兰提供由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支持的贷款。同时，英国还将扩大对乌克兰军事人员的培训计划，并向乌克兰提供150个炮管和新型移动防空系统。据基辅独立报报道，英国计划今年向乌克兰提供30亿英镑的援助。此外，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其他各国和组织也展开了新一轮帮助和资金援助。如据北约空军司令部称，北约首次在俄罗斯空袭期间出动驻扎在波兰的2架 F-35战机，保护其领空安全。波兰也在同一时间宣布了对乌克兰的第46批军事援助，价值超过2亿欧元，并表示受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影响，波兰正在扩大空军规模，同时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和融入欧盟。荷兰外长斯帕维尔德坎普在访问基辅后，于1月16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780万美元援助，其中720万美元是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支持，如燃料、医疗用品、冬季设备和电子战系统等。另外2060万美元将分配给乌克兰能源支持资金，以帮助满足关键基础设施需求。乌梅罗夫也于1月16日在基辅会见意大利国防部长吉多·克罗塞托后，表示乌克兰将从意大利那里获得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同时，2位部长还同意加强基辅和罗马之间的防务合作，计划启动合资企业和其他举措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
2025年1月6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了海军2025年造舰计划分析，其内介绍了美国海军未来30年的造舰计划、保有量以及所需费用。截至2024年12月1日，美国海军现役舰艇总数为295艘舰艇，而根据美国海军的最新提案，30年后美海军希望将舰艇总数提高到390艘，比之前制定的381艘多一些，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全球威胁。按照计划，美国海军将在2025年采购6艘，在2026到2029年采购51艘，最后在2030到2054年采购307艘。也就是说，美国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采购364艘舰艇，平均每年采购约12艘。其中，航空母舰的数量，未来30年，美国海军计划采购6艘福特级，来逐渐取代现役的尼米兹级。根据计划，从2030年开始，美国海军会按照每4到5年采购1艘的速度进行。如此一来，美国海军将在2036年之前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的规模。从2037年到2046年，美国海军装备的核动力航母数量将在10到11艘之间波动。此后的大多数年份中，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数量也将一直维持在9艘左右。当然，如果美国海军想要实现其在海军战斗部队舰艇评估和需求报告中提到的维持12艘在役航母的目标，其需要每3年采购1艘核动力航母，并将部分尼米兹级的服役期限延长至55年。战略核潜艇方面，根据未来30年造舰计划，新的12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将取代即将退役的1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哥伦比亚级的第1艘采购合同是在2021年，第2艘合同是在2024年。虽说造船会越造越快，越造越便宜，但要达成上述目标，美国海军需要在2026年到2035年再采购10艘哥伦比亚级，相当于每年1艘的采购频率。虽然首舰哥伦比亚级的建造进度比原定计划晚了12到16个月，但美国海军已决定在未来几年对美国的潜艇工业基地进行投资，来挽回这部分延误时间。美海军仍希望首舰能在2028年服役，这样哥伦比亚级的后续建造和测试工作可能只需要7年时间。而且在过去的2年中，美国海军已确定将5艘俄亥俄级的服役期限延长3年，这样在未来30年造舰计划期间，美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总数将保持在12艘或更多。攻击核潜艇方面，美国海军目前列装有48艘，其中包括22艘洛杉矶级、3艘海狼级以及23艘弗吉尼亚级。此外，美国海军还装备有4艘由俄亥俄级改装而成的攻击型核潜艇。根据未来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采购59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包括9艘带有 VPM 的弗吉尼亚级、36艘不带有 VPM 的弗吉尼亚级，以及14艘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采购频率方面，2020年到2039年间，美国海军将保持每年2艘弗吉尼亚级的速度进行。等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于2040年开工后，美国海军将保持每年采购1艘弗吉尼亚级和1艘下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的速度进行。在这一采购频率和老舰退役工作的共同作用之下，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总数将于2028年暂时减少到47艘，并于2054年回升至66艘。此外，美国海军还将从21世纪30年代末开始建造6艘新的大载荷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新型潜艇可能是由哥伦比亚级改进而来，其建造方式可能与将俄亥俄级改装成攻击型核潜艇的方式相同。据悉，该新型潜艇可能会使用小批量采购方式，采购工作将于2038年开始，采购频率为每3年1艘。大型水面舰艇方面，美国海军所装备的大型水面舰艇主要包括各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目前这些舰艇的总数大约为85艘。根据未来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采购51艘驱逐舰，其中包括2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28艘下一代驱逐舰，平均每年采购量略少于2艘。在保有量方面，美国海军现有的1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将在未来3年内全部退役。因此，根据计划，在2025年至2054年之间的大多数年份中，美国海军的现役大型水面舰艇数量将比此前定下的维持87艘大型水面舰艇的目标少5至10艘。如2034年，美国海军现役大型水面舰艇数量将减少到77艘，204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至89艘。在21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数量将维持在70艘左右。
然而，2024年10月31日，美国海军突然宣布，将把12艘舰龄最大驱逐舰的服役期限延长1至5年。同年11月4日，又把3艘巡洋舰的服役期限延长3到4年。因此，在延长服役期限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规模将在2029年至2033年间达到或超过维持87艘大型水面舰艇的目标，然后在2044年之前保持在与该目标相距不超过5艘的范围内，并在2044年达到80艘。此后，按照该计划，美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规模将逐步减少至70艘左右。小型水面舰艇方面，美国海军装备的小型水面舰艇主要包括滨海战斗舰和扫雷舰。目前，美国海军拥有26艘滨海战斗舰和8艘扫雷舰，并且正在建造1艘滨海战斗舰和6艘星座级护卫舰。根据未来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在2041年之前将滨海战斗舰的装备数量维持在25艘左右，并在2041年后安排这些舰艇逐步退役。此外，根据该计划，美国海军将在未来3年内退役所有的8艘现役扫雷艇。而想要完成2054年68艘的目标，美国海军需在未来30年内采购81艘小型水面舰艇，这一采购数量将超过其他任何舰种的采购数量，并且比2024年造舰计划所提出的采购数量多出约50%。据悉，这81艘小型水面舰艇包括24艘星座级护卫舰和57艘星座级 Flight 2型护卫舰。前者的采购工作将于2035年结束，后者的采购工作将于2036年开始。在2030年前，美国海军对于星座级护卫舰的采购速度将维持在每年1到2艘，从2031年开始，这一采购速度将提升至每年3艘。两栖作战舰艇方面，美国海军目前拥有32艘两栖作战舰艇，其中包括9艘大型两栖攻击舰、13艘中型两栖船坞运输舰和10艘中型船坞登陆舰。根据未来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在未来30年内采购8艘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5艘圣安东尼奥级 Flight 2型两栖船坞运输舰以及12艘下一代两栖船坞运输舰。这大约是2024年造舰计划所需要数量的2倍。此外，美国海军还将采购55艘中型登陆舰。第一艘此类舰艇的采购工作将于2025年开始，在2027年到2040年间，此类舰艇的采购速度将达到每年2到3艘。然而，中型登陆舰的服役期限只有20年，因此美国海军需要在21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采购新型两栖作战舰艇，以替代此类舰艇。后勤补给和支援舰艇方面，美国海军的后勤补给和支援舰艇包括大型舰艇如油料补给舰和干货弹药补给舰，以及小型舰艇如拖船、打捞船、侦察船等。根据未来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采购71艘后勤补给和支援舰艇，这些舰艇大部分由美国军事海运司令部负责运营，以支持美国海军行动。在这71艘舰艇中，有58艘是后勤补给舰，其中包括大型舰队油料补给舰、小型油料补给舰以及干货弹药补给舰。至于支援舰艇，美国海军计划采购2艘潜艇补给舰、1艘指挥舰和10艘新的海洋监测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舰艇的采购工作不包括任何无人系统。在提供给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资料中称，在未来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将以每年2艘的速度采购大型无人水面舰艇。同时，美国海军还将采购更多的无人系统，包括中型无人水面舰艇和超大型无人潜航器，以实现未来30年造舰计划中提出的列装134艘无人舰艇的目标。此外，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评估，美国海军舰艇采购速度将在21世纪30年代初达到最快。费用上，未来5年美国国会提供的造舰资金也将同比高出46%，这反映出美国海军希望尽快扩大舰队规模的愿望。报道还称，预计到2054年，美国海军的年度预算总额将达到3400亿美元，比目前的2550亿美元预算多1/3。而在增加的预算中，其中约400亿美元将用于继续造船，其余450亿美元用于运营和维护现有舰艇以及采购武器。而未来30年造舰计划的总花费也将超过1万亿美元。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1.2万朝鲜兵会提前耗尽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